人化疗9人死，医生劝告4种癌症无需化疗，切莫病急乱投医。一些人在得了癌症之后，上网搜寻治愈之法，发现化疗行之有效，以为遇到了大救星。可转头又在网上发现一群癌症患者吐槽化疗，说10人化疗9人死，好端端的人本来啥事儿都没有，结果化完疗又是脱发又是卧床不起，反倒活不长。不免感到纳闷，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，究竟应该相信谁？如果你也听说过10人化疗9人死，或者一些批评化疗的说法，因此对化疗产生疑问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本期文章。相信看完会让你对癌症和化疗的关系，以及癌症之后要不要化疗有更清楚的认识。1. 究竟什么是化疗？在解释化疗之前，还得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癌症。因为化疗和癌症属于因果关系，不弄明白癌症为何物，自然也没办法解释化疗为何物。癌症又叫恶性肿瘤，是正常细胞癌变由质变到量变的产物。人体的生物构成基本单位就是细胞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人体内的细胞多达数亿万个。这些细胞形态各异，功能不同，有负责免疫的细胞，有负责神经的细胞，也有负责肌肉收缩的细胞。总之，不同的细胞各司其职，人体才能保持正常运转。然而，如同社会各部门间各种意外事故发生一样，细胞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，难免也会出错。出错会导致功能异常。如果错误没有被及时纠正，出错的细胞会越来越多，最终就会形成所谓的恶性肿瘤。具体而言，每个细胞内部都有一个细胞核，细胞核内储存着人体遗传物质 DNA。细胞的分裂增殖需要依照 DNA 编码严格进行。细胞的出错其实指的是 DNA 代码复制出错，或许被漏掉，或许复制错误。总之，这种出错会使得新生成的细胞出现行为和功能异常。如果限制细胞分裂代码出错，细胞就会分裂失控，变成癌细胞。这便是癌症的底层逻辑。人体内部本身拥有免疫系统，是可以针对癌细胞进行杀灭的。但癌症患者癌细胞数量庞大，已经说明靠人体自身免疫不再有效，所以想要杀灭癌细胞治愈癌症，就只能采用外部干涉方式。手术取肿瘤、化学药物手段等等都属于外部干涉治疗。而所谓化疗，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化学手段对癌症治疗的一种方式。对于需要化疗的患者，医生会采取全身或者部分使用化学药品，来对癌细胞分裂进行抑制。化疗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，还具有治愈癌症的潜能。化疗能够沿用至今，足以说明化疗在癌症治愈方面存在不可替代性。虽说现在有了效果更好、副作用更低的靶向基因治疗，但适用最广泛的癌症治疗手段依旧是化疗。说到这里，想必大家已经能明白，化疗作为对抗癌症的一种工具，是癌症患者的福音。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对化疗产生偏见，说出10人化疗9人死之类的话来呢？这很可能与化疗的副作用有关。2. 为什么有10人化疗9人死的说法？中国有句古话叫是药3分毒，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药是双刃剑。同样的道理，化疗虽然能够对抗癌症，让癌症患者能多活一段时间，但化疗本身也具有不小的副作用。正如前面所说，现在医学界有更好的基因靶向药物治疗癌症。这些靶向药之所以更好，主要在于它能够精准识别癌细胞，只杀坏细胞不杀好细胞，对人体损害较小。而化疗药物没有太多指向性，虽然能杀灭癌细胞，但同时也会对人体正常细胞进行无差别打击，这便是细胞毒性的由来。由于这种打击是全身性的，所以增殖旺盛的细胞损害最大，对人体重要脏器、心肝、脾、肺肾等等都存在不小的毒性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化疗如同赌博，体质好的人化疗副作用出现会比较少，可能仅限于恶心、呕吐、毛发脱落等等。而体质不好的人化疗，副作用就会明显增多，轻则毛发脱落、口腔及喉咙溃疡、恶心呕吐、腹泻便秘，重则骨髓造血受到抑制，造血细胞凋亡，白细胞、红细胞乃至血小板迅速减少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化疗患者还会出现肾脏实质受损、膀胱出血、偏瘫、认知功能障碍、间质性肺炎以及肺纤维化、急性心肌毒性和慢性心肌病等严重的副作用。既然化疗副作用这么严重，
那是不是说明10人化疗9人死的说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呢？实则不然，恰恰相反，这句话明显搞错了因果关系。10人化疗9人死，言外之意是说化疗效果不好，10个人用了9个人会死，换言之，把那9人的死亡原因算到了化疗头上。可实际上，化疗仅仅是一种治疗癌症的工具，癌症才是那个让患者死亡的元凶。就算要批评，也应该是批评癌症，不应该指责化疗。就好比天干的旱颗粒无收，不去怪罪天气，反而怪罪锄头锄不出粮食，岂不南辕北辙，有失偏颇？更何况，虽然化疗有着不少的副作用，但不同人体质不同，副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。化疗又并非强制医疗手段，如果患者评估认为自己癌症尚且轻微，不需要化疗，那就采用其他手段治疗癌症便是。那些批评化疗之人，大多都是决定采用化疗之后又不甘心化疗副作用的人群，得到了化疗的好处，延长生命，又批评化疗的副作用，实在没道理。由此可见，不是所有癌症都需要化疗，恰当的癌症遇到了化疗，不仅提高生存几率，还能降低副作用，而不恰当的癌症遇到了化疗，副作用带来的痛苦反而可能比生存几率提高更加明显。所以，任何癌症患者在决定化疗之前，最好对自己状况做出充分评估。如果满足以下4种癌症，选择化疗就是浪费钱。3. 哪4种癌症无需化疗？1. 早期癌症。所谓早期癌症，指的是癌细胞分裂扩散还不明显，仍旧局限于原发病灶。对于这样的癌症，医学界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或者放疗的局部治疗手段针对治疗。即便无法彻底治愈，也能够有效控制病灶，使之不能转移，从而延长患者生命。早期癌症阶段，患者一般不会有负面感知。此时若是错误的选择化疗，药物全身细胞毒性会使得绝大多数正常细胞受损，给患者带来的感觉反而比不化疗要痛苦得多。2. 晚期癌症。晚期癌症和早期癌症恰好处在2个极端。早期癌症是指癌细胞局限于原发病灶还没扩散，而晚期癌症指的是癌细胞已经大范围扩，有的甚至全身扩散。此时按理说采取化学药物治疗癌症就顺理成章才对，可若要想达到杀灭癌细胞，化学药物的剂量竟然是庞大的，到时候就算癌细胞被杀死，人的生命也岌岌可危。很多人对癌症存在误解，认为癌症必须要得到治疗。实际上，对于癌症，除了治疗以及不治疗之外，其实还有第3种选择，那就是和癌症共存。人类和癌细胞伴随终身，共生共死。和癌症共存听起来似乎很可怕，实则不然。一些癌症患者带着癌症一直生活，哪怕到了晚期还能够存活很长一段时间，甚至有的人能活到老，哪怕他死亡也不知道究竟是老死还是癌症之死。所以癌症患者一旦确诊晚期，最好不要去做化疗，化疗耗财损身，说不定延长寿命的效果还没和癌症共存来得好。3. 患者已经做了多线化疗的癌症。化疗本质上是一种化学药物对抗癌症细胞的手段，大家可以类比抗生素。抗生素药物能够有效抑制或者杀灭细菌，但如果滥用抗生素或者长期使用抗生素，细菌会产生出耐药性，到那时抗生素对细菌就不再具有杀灭效果了。如果癌症患者此前已经做了多线化疗，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接触过了大量的化学药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癌细胞仍旧顽强存活，说明已经对化学药物产生了抗性，再继续化疗就是浪费时间。对于医生来说，多线化疗后的癌症患者要考虑化疗之外的其他治疗手段了。4. 化疗敏感性低癌症。这些癌症包括胃肠间质瘤、肾透明细胞癌、甲状腺乳头状癌等等。由于这些癌症癌细胞对化学药物不敏感，要想通过化疗杀灭癌细胞需要很大剂量，对身体反而不利，所以此类癌症一般不考虑化疗手段。除此之外，这些癌症虽然名字叫癌症，但实际上具有良性肿瘤生物学特征。通俗来说，就是癌细胞不太容易向周围组织器官发生转移，也不容易通过血液系统或者淋巴系统发生转移。这样的癌症是很好控制的，就比如甲状腺乳头状癌，根治手术就能达到治愈目的。既然治疗如此简单，也没必要考虑化疗。结语
综上所述，化疗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可怕，不仅不是害人手段，反而是帮助患者延长生命的工具。之所以很多人对化疗存在负面看法，主要是没学会工具的正确使用。4种癌症无需化疗，大家千万要谨记。